还记得几年前才被下毒差一点死掉的普丁头号敌人纳瓦尼吗？2月中突然传出了他在狱中过世的消息，很多人都觉得他的死跟普丁有关，这是真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纳瓦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2月16号被称为是俄国总统普丁的头号敌人，也就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突然在监狱当中昏倒过世。纳瓦尼死亡的消息让很多人都很震惊，因为他前一天才在法庭上面跟法官开玩笑，很多人都觉得他的死疑点重重。不止纳瓦尼的妻子公开指控是普丁害死了她的丈夫，西方各国领袖也都严厉的谴责普丁。美国总统拜登要求普丁对这件事情负最大的责任，英国外交部呢也率先对于俄国监狱的高层提出制裁，但是俄国政府坚决否认这些指控，强调会再厘清纳瓦尼的死因。死因都还没有查清楚，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是普丁的错？到底纳瓦尼是谁？为何是普丁的头号敌人？为何大家都觉得是普丁害死他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喜欢日系复古小屋吗？那一定要来看看日本 Koizumi 昭和复古电风扇。这款昭和经典电风扇呢，不止在很多的日本影集动漫都出现过，像是蜡笔小新啊、樱桃小丸子、哆啦 A 梦都看得到它。你长辈家里可能就有一台。这次日本 Koizumi 完美复刻昭和经典设计，使用蓝白配色，外加呢会发出咔嗒声的超疗愈按键和旋钮，让人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而且这款电风扇还提供了3档不同风力，冬天通风，夏天消暑都很适合。就算开到最强也比图书馆还要安静。重点呢是轻巧不占空间，让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享受悠闲单纯的生活。现在台规版还提供独家马达2年保固的服务，很欢迎感兴趣的观众到我们的资讯栏连结查看更多的资讯哦。1976年，纳瓦尼出生在俄罗斯，他的父亲呢是苏联军官，母亲是位经济学家。纳瓦尼10岁时跟他的祖母在乌克兰的车诺比附近一起度过夏天，没有想到发生车诺比事故，苏联政府强迫不知情的他们在辐射外泄区种马铃薯，想要掩盖核灾，直到真相曝光，他们才被疏散。这段经历让他非常讨厌集权政府的不透明跟贪腐。成年之后，纳瓦尼完成了法律学业，成为了一名律师，在2008年一战成名。当时他买了少量的国家石油公司股份，透过股东的身份拿到了公司的内部资料。接着呢，在股东大会上面，他直接当着那些跟普丁关系密切的公司高层面前质问他们：我发现内部的账务有很多的问题，你们是不是挪用公款拿走人民的血汗钱？纳瓦尼把这些调查经过都写在自己的部落格上面，一天呢就有上百万的观看。在民众普遍对于政治冷感的俄罗斯，这是一个蛮罕见的状况。有些人认为呢，这代表纳瓦尼让一些人开始关心了政治。而2011年，纳瓦尼又进一步的从网络走向俄罗斯街头，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抗争活动。2011年12月，俄国举行了议会选举。那虽然普丁的统一俄罗斯党支持度下滑，但还是赢得了最多的席次。不过同时间，网络上面也流传着许多对于统一俄罗斯党不利的影片，像是贿赂啊、胁迫选民投票啊，或是呢有一整叠统一俄罗斯党的选票被塞进票箱的情况。愤怒的纳瓦尼呢，形容统一俄罗斯党是骗子和小偷的政党，并发起示威游行。抗议人潮从首都莫斯科陆续的扩散到俄罗斯数十个主要城市。俄罗斯的官方统计，大约有28000人上街。不过纳瓦尼的组织宣称呢，有高达12万人参加，因为规模呢是俄罗斯史上最大，所以从此纳瓦尼也被认为是普丁最大的敌人。虽然纳瓦尼呢因为这个组织的抗议游行2次短暂入狱但他还是靠着社群媒体继续的发挥影响力。他的 YouTube 频道前2支热门的影片分别是针对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以及总统普丁所做的贪污调查影片。尤其是普丁的皇宫那支影片呢，有超过1.3亿次点阅，将近每个俄国人都看过一次。即使点阅不一定呢都来自俄国，但这也让他的知名度持续的上升。而2020年一起中毒事件呢，更是让纳瓦尼被全球关注。
2020年的8月，纳瓦尼在国内的航程上面突然觉得身体非常的不舒服，陷入昏迷，性命垂危。后来紧急送到德国治疗之后，验出他的体内还有一种叫做诺维乔克的毒剂残留。诺维乔克呢是苏联时期研发的神经毒剂，人只要吸入或者是吃到，甚至是皮肤接触都会中毒。那因为这个历史渊源很多人呢就把矛头指向了普丁政府，怀疑凶手就是他们。不过普丁政府否认，他们认为这根本就是西方国家自导自演，还说如果有人想要毒死纳瓦尼，早就把它解决掉了。后来纳瓦尼经过治疗，不但康复，还在 YouTube 上面发布他调查自己如何中毒的影片。纳瓦尼假装自己是政府官员的助理，打电话呢给一位俄国安全局的特工，诱导他说出整起的下毒事件。这位特工呢不但承认了他们在内裤的夹缝当中下毒，还认为飞机太会降落才会让这一次任务失败。而这个事件让俄罗斯的网络社群开始疯狂的讨论内裤。纳瓦尼还开玩笑说，他可能是第一个让普丁在国家会议上面讨论内裤的人。此外呢，纳瓦尼康复之后，本来可以用流亡者的身份申请庇护留在德国，但他却决定带着各国的媒体记者高调的回到俄罗斯。很多人都好奇，如果真的是普丁下毒，那纳瓦尼回去俄罗斯一定会很危险，为何他还要回去？纳瓦尼说，俄罗斯是我的国家，自由是我的信念，这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自己必须要回到俄罗斯实践民主，甚至纳瓦尼还认为自己是未来的俄罗斯总统。后来他一下飞机就被逮捕了，俄罗斯政府用诈欺背信、组织极端主义团体等等罪名判他了20年以上的刑期。不过纳瓦尼在坐牢的期间还是很活跃，常常透过律师发表社群贴文，比方说他用大家好，这里是来自于马斯洛金字塔底层，传达出呢自己在监狱里面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被剥夺。2023年12月，俄国将纳瓦尼秘密的转移到了北极圈的监狱，在零下30度C 的酷寒状况之下，多次的把他关入禁闭室。纳瓦尼在社群平台上面改用我现在是你们的圣诞老人，跟关心他的群众报平安。没有想到2月16日，在律师跟纳瓦尼的母亲去探监后2天，突然传出了纳瓦尼的死讯。当时纳瓦尼的律师呢跟家属立刻前往监狱但找不到遗体，直到3天之后，政府官员才说要对死因进行化学分析，所以呢要扣留遗体至少2周。纳瓦尼的家人非常不能接受，强调最后一次见面纳瓦尼看起来健康快乐，怀疑政府在拖延时间，想要掩盖纳瓦尼的真正死因。2月19日，纳瓦尼的妻子纳瓦纳雅呢发出了影片，指控普丁杀了她的丈夫。她认为纳瓦尼不是自然死亡，在3年的监狱生活当中，饱受到了酷刑折磨、剥夺睡眠以及精神虐待后死去。纳瓦纳雅强调，她不但呢会追查死因，还会继承丈夫的遗志，为俄罗斯的自由奋斗到底。而纳瓦尼死亡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包含了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宏、英国首相苏纳克，还有德国总理肖兹等等的西方各国领袖，不只是表达哀悼，更公开的谴责普丁政权必须要负起全责。拜登强调，虽然目前呢无法确认死因，但他认为普丁对于纳瓦尼的政治迫害以及不人道的监禁是导致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截稿之前呢，英国已经宣布会制裁6位俄罗斯的监狱高层，并且要求俄罗斯立刻的交出遗体，确保调查工作的完整跟透明。面对外界批评的普丁政府全盘否认，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指控，并且强调普丁完全没有介入纳瓦尼遗体的处理跟调查，检调单位呢会尽一切的力量确认纳瓦尼的死因。那除了死因成谜之外呢，有很多人都认为纳瓦尼的死等于是灭掉了俄罗斯民主化的最后一道微光。很多人认为纳瓦尼乐观勇敢的个性呢，让人联想到了带领南非走向民主的曼德拉，期待他可以度过艰困的牢狱生活，在未来成为俄罗斯总统。但他突然离世，让支持者陷入了失望的深渊。很多评论家都认为短期内看不到纳瓦尼的继位者，即使是他的妻子纳瓦纳雅，或是开始投入民主运动的女儿，都没有纳瓦尼的号召力。再加上俄国的反对派目前几乎被歼灭，不管是被枪杀，或是流亡海外，或是被关在监狱，在纳瓦尼的前车之鉴之下，他们可能也不敢再发声。而且直到截稿前呢，俄罗斯悼念纳瓦尼的活动也已经有至少366人被捕。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今年3月中旬的俄罗斯总统大选的普丁根本没有对手，至少会连任到2030年。甚至有人认为，在竞选连任的敏感时机普丁还敢动手，认为呢未来普丁的新政府可能会更加残暴的对待反对派的势力。但是有一部分的人抱持着期待，希望纳瓦尼的死亡可以变成俄国政治的分水岭。
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纳瓦尼过世之后，那些原本亲普丁的美国议员，他们可能没有立场再帮俄国说话。至少在目前俄乌战争届满2周年的时间点，可能会更愿意提供军事援助给乌克兰，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另外，在俄罗斯的内部呢，也有人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糟，人民可能透过对这场重大悲剧的哀悼还有反思，或许呢有机会让原本分崩离析的反对派团结起来，在未来给普丁政权带来压力。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的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其实很佩服纳瓦尼的勇气，在俄罗斯这样的集权的政治环境之下，勇敢的用一己之力撑开民主的可能。而他不放弃，还有永远保持乐观的精神，也为很多想要民主的俄罗斯人带来了希望。但虽然我们目前还不清楚纳瓦尼的确切死因没有办法断定纳瓦尼是不是真的被普丁害死，但我们能够理解纳瓦尼支持者们的失望与悲痛，因为纳瓦尼在牢狱当中经历的折磨确实对他的健康造成了影响，他的离去也确实严重打击了俄国的民主化运动。那我们认为，就算纳瓦尼的死真的跟普丁无关，但纳瓦尼的死让我们看到，在俄罗斯想要追求民主，绝对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根据外媒的报道，普丁一直以来呢都刻意的忽视纳瓦尼，大多的都用那位绅士、某人，甚至是那个生了重病的家伙来称呼他。很多人相信普丁故意采用贬低的策略，想要减少他在俄罗斯的影响力，甚至俄罗斯的电视台对他的离世也只花了28秒报道而已。而在这样子强烈的言论管控之下，让很多的俄国人认为他们除了普丁别无选择，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有20年执政经验的普丁，比起一个新手，似乎是一个更安全的选项。这或许也可以看出集权政府限制了人民的想象，让他们即使有象征民主的选举制度，也很难投出真正的民主人选。所以我们其实也很悲观的认为在短时间内，普丁的集权帝国应该还是很难被撼动的吧。那最后也想来问大家觉得纳瓦尼的离去会对于俄国带来改变吗？不可能死前没有改变，死后更难。B 有可能他的死可能是俄国政治改变的起点。C 不知道，还是要看看他的死因到底跟普丁有没有关系。第几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纳瓦尼。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俄国总统普丁以及瓦格纳集团。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